Three Musketeers。Hello， 大家好，我是魏退，我是 Kenneth， 我是 Milo， 我们是三剑客，耶！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旁边多了一位女生 ？OK， 这位女生哈，就是今天我们邀请来的特别嘉宾 Ruby。这应该是我们的频道第一次有实体的本地的，我们第一次介绍本地的本地的歌手，本地歌手，华人歌手，华人的歌手，而且不只说推荐他，他还来到了现场。谢谢三剑客的邀请。因为为什么会邀请到这位歌手来呢？就是首先是因为我们很熟啦。我还在想你会讲多客套的话。我们是认识的，我们是认识的 ，OK， 所以才有办法请他上来 ，OK， 面子还没有这么大 ，OK， 但是今天呢，请到 Ruby 上来我们的节目哈，其实是为什么是特别要请这位女歌手来？因为其实因为我们有合作过，今天我们要来 react 的这一期的节目也比较特别一点 ，OK， 但是。如果你不认识 Ruby 是谁，那我们就要讲一下 Ruby 他到底是谁啦。我们要讲你的好话了，讲多一点，称赞你，称赞你了。坏话就不用讲的啦，讲好的就可以了。OK， 因为可能在大陆的朋友观众啊，可能你不知道啊，或者是你在马来西亚的观众你不知道，没关系。Ruby 其实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全方位的艺人啊，除了他有演电影啦、电视剧啦、舞台剧啦、广播剧啦，还要去当一个发片歌手。这样子 ，OK， 真是什么鬼都做，什么鬼？是他的专辑，他的专辑，什么鬼都做就不做人。是，明明好的电视剧、电影不要演，跑来演舞台剧抢饭碗。对呀，而且还要演，马上拿奖，最佳女主角。对呀，一演就入围。我演20年呐，入围这么多次我都拿不到，他一入围就拿。真的，我做了10年戏剧啊，我没有入围过。我也是没有入围过。我们在讲，我们是来整他女人，没有啦，他没有跟我们抢啦，他是女的，我们是男的。对啦。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他的作品呢都在国外一些独立的电影节啊，OK 都获奖这样子，非常非常厉害的，很优秀的一位90后的艺人。我们是90后，90后我是70后，70后 ，Come on。OK， 好，那么其实我们为什么会熟呢？我们就要回归这个正传 ，OK， 言归正传这样子，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有合作过一个作品 ，OK， 一个音乐剧的作品是90音乐剧。那其实 Milo 就是导演，那我跟 Milo 就是编剧，然后我们也在里面有写歌啦，这样子啦。我是演员啊，我也是演员，然后 Ruby 当然是主演啊，也是主唱这样子啊 ，OK， 这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要 react 的歌。其实就是在这个戏里面也有出现了2首歌，在专辑里面也有的2首歌，这个 EP 里面也是有的2首歌啦，这样子。那么我们先来听第一首啦。你有多久没有听自己的歌了？我都有在听的。哎呀，练啊，每天播自己的歌。没有。怕没有什么人听啊，我要 contribute 一下那个点击率，我要 contribute 一下点击率。OK， 那么好，那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呢，其实是 Milo 填词的一首作品 ，OK， 就叫 Who Am I？ 那这首歌呢，其实在90音乐剧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没有了，低落的点，就是这个主角的一个心声，OK， 我是就对于追求梦想的他自己的失落跟迷失这样子的一首歌。这首歌对他本人呢也是心有戚戚焉这样子的 ，OK。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而且这首歌当时出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电台还排到亚军的位置，其实成绩非常好，非常好，吓到我们了，突然间就爬上了亚军。是，好，那我们就先来 react 这一首 Who Am I？Let's go。是你的呼吸声吗？他不懂，应该是。你答对了，真的是导演自己的呼吸声。看到我的名字，开心吗？开心。我每天去唱 K， 我都要点名。真的，那也要点来看他名字出现的。Who am I
每天每夜都会问自己，盲目的吗？忙着重复一样的吗？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回到只有突然间发现我自忘记了有己这个的 CCTV 的事，这个 effect， 真的只能已经不记得了。独自躲着彷徨，反复感受同样的迷茫。我想知道如何跨越这监牢，我想知道到底怎么跨过煎熬。如果连自己都忘了，那它会藏在哪一座孤岛？买了很想唱，买了，买了在对嘴，哇，跳舞哎，就是现场编的舞，是你自己编的，没错，就是现场直接来，直接看场地，然后直接编。对导演讲，哎，Ruby你跳下舞这样子，他只是跟我说有一个地方让你跳舞，然后我也不懂那地方长什么样你就。自己搞定咯，是。对，我就去那边，哈，只有这么小，我就 OK 咯，这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回到只有自己的时光，只能独自躲着彷徨，有一个朋友说我反们很浪复感费受同样我说这些都是废纸来的，没有用的。迷茫。哦，在那个好调弄的那我个。想知道如何跨越这监牢，我想知道到底怎么跨过煎熬。如果连自己都忘了，那它会藏在哪一座孤岛？若有一天我还记得，我会告诉他，好可怕，这镜头，那脸很大。这最美了，最满意的。就美美的坐在那边就好。耶！我们要直接看下一首，还是要先讲一下这一首？先讲吧。先讲吧你。们看完了，你们看了这样多次，还有感觉没？有啊，有啊有感觉的，每次看着那个词很有感觉的啊。很有感觉。我觉得你第一次 react 自己的歌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要给什么反应哎，然后你们又很安静这样哦，我就看你们这样安静哦，讲一下话。你有常看回自己的 MV 吗？这样子没有吧？偶尔开给别人看的时候吧，可是你自己会很认真这样坐下来看嘛？没有哎，就是发歌的时候认真过一次哦。这样现在这样认真，你觉得怎样？有没有带回你一些回忆啊？感觉怎么样？我就有忽然间发现到，我好像太久没有看了，然后忽略掉了好多镜头，就觉得哎，这么之前好像没有记得有这样子的镜头存在，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这是你第一首，算是第一首打出来的歌吧？对对对，第一首对不对单曲，你能回想当时的那个状况吗？其实，哎，终于以歌手的身份，在歌坛上出道，然后打了一首这样子的，让人家来认识你 Ruby 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当时讲真的是还蛮紧张的，那心情很复杂，就是你很兴奋，可是你同时又很紧张，然后又很感动，因为你就会觉得，哎，啊，你终于，真的就是终于梦想成真了，我真的感觉到他的有一股很感动的力量对，回来给我。那种感觉，就很感动。然后在录制的过程中的时候，是心情还蛮复杂的，所以就是这样子唱出来。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有很贴近我当时在转折之前的一段时期的那个心声，所以就会觉得哎，很有感触。
我最记得当时你们其实有要求说写这首歌是要表达你们90后，然后我就想，我是个70后，我要怎么写年轻人的心情？那我就尝试一个，也演歌舞剧嘛，尝试一个很直白一点的方式，可是它又不失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来写出来。其实我跟你讲，你唱这首歌，我觉得你的声音是很干净，然后没有太多的所谓技巧来修饰，我觉得很能贴近年轻人的心情。我的学生们其实很多有听这首歌，他们在电台听到也好，可能他们也来有看我们的舞台剧，基本上其实他们一到这首歌因为我有把它剪成那个我们的热身舞蹈他们都会唱的，你懂吗？是。然后每一次他们也是上活动，年轻人他们常常迷失自己，他们都会老师我不知道我是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其他人就会Who am I？他们就会唱。讲真，在我们中学当时的学生里面，其实还蛮流行的这首歌，给他们带来的力量其实蛮大的，可能你自己都不懂。因为其实刚好可能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配合那个舞台剧，然后我们也聊很多，因为要写这个戏，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自己个人的一些情感啊，一些经历在里面这样子。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不只是代表90后，因为我这边收到的反而是很多70后跟80后的人的 feedback。就是他们说，对，就是他们说，其实虽然他们也知道我是在写的是年轻人迷失自己方向的那一个心声，可是他们说没有想到自己活到这个年纪了，就是他们还是会有，还是会迷失，原来不是很礼貌，但是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我的心情。他们就觉得说，其实也还蛮说中他们的心声，就是好像每一天在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然后在不同的岗位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的时候失去了me time，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到底，所以他们就偶尔都会有一些迷茫的心态，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你抚慰了我心里。我就觉得原来这首歌就是感觉上这首歌还蛮广大的，因为感觉上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不管是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在你人生某一个转折点的时候，他都一定会有一个迷失的时段。那现在的你呢？你们呢？90后，3位90后，现在的你们，对于这讲很久的对这首歌是吗？吓到我。你可以讲短一点吗？不是我以为还要问你们90后现在迷失吗？没有，我觉得这首歌当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很peaceful 的歌的感觉，它就不是那种很大技巧、很收、很啦啦啦的那种大song这样子。然后当然歌词我觉得就好像马龙讲的，这其实是很直白的 ，OK， 为了我自己了，就很直白的感觉。可是我是觉得，他尝试要找那个歌词出来，可是他现在又讲不出来。我突然间忘记那个歌词啊。不过刚才我记得那歌词，只是现在我讲不出吧啦。我觉得那个歌词是很适合你的音色来唱的，就是歌词啊，不是曲啊。Sorry， 那个歌整个配搭是很适合你的音色，你适合唱这个歌。我觉得你的声音的那个音色是属于，它有一点点就是好像讲故事的歌声的唱法给大家听这样，所以我就听你唱那个比较直白的歌词，我觉得我是会当然我是90后啦，所以当然因为迷失的东西，有时晚上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会迷失一下的感觉，是一定有的。我跟你讲，对，一定会有的。无论你睡不着，然后你就迷失一下，你迷一下你就会睡着，第二天好像没有事情这样的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晚上又会这样，我觉得应该很多90后的人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吧。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可能有几个阶段吧，因为开始我也是有参与这个创作，因为我是写第一稿，给我交到他手上，哇，就很美啊那个歌词。我是写的更直白的，这种就是有文化，对，真的有历练跟没有历练的。什么？你写这个什么歌词来的 ？Oh my god！ 虽然我写到这样，可是里面还有一些字是我写的，这样子，一些字还是可以 keep 下来这样子。OK， 当然，因为我觉得写的那个本意的初衷还是会在，只是文字的运用啊，当然它是很厉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迷茫是每个人都会有，然后不管到什么阶段，包括我可能写的时候，我其实也很迷茫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同年的 ，OK， 所以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东西，可能很多阶段都很相似，所以变成我们在那一个阶段的时候一起很迷茫，但是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变相在鼓励着对方，然后一直向前走，然后做一些新的尝试，然后去突破自己。包括到现在，然后我在听完这首歌，我是觉得
其实我还是在迷茫的，我觉得只是说我不会因为这个迷茫而去暂停我的脚步，或者是放弃一些东西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迷茫是可以驱使我一直有动力走下去呢，或者一直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每次看回这些作品我觉得哇，这个鼓励的那个可以又很鼓励到心灵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们在追求梦想的90后，要看着镜子的他，告诉他我很好，是一个自我安慰，每天每夜都会问自己嘛，嘛，是一种自我安慰，可是也是一种自我鼓励啦，我觉得。是。好了，那我们看了这一首 Who Am I 慢歌，这慢歌，然后比较直白，你们已经说很直白了，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更直白的。OK， 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是完全是我写到完，曲也是写到完。那为什么？其实就是 Ruby 他本身的心声，他就写了很长的感恩文章。OK？ 是啊，很长的这个他的日记这样子吧，他自己的心声。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每一首歌都是用这种方式，就写了一个大篇的文章，然后就来。是因为其实我只是问他，我讲你想写什么，你跟我讲啊。然后其实我们有讨论过几次，我讲好，我写给你。哇，很鬼长 ，OK， 当然我也不负他的众望，这样子，我写的这个歌词也是很鬼长。所以等一下大家你们可以好好的听这一首歌，看一下那歌词，基本上有字幕的吧？有字幕的 ，OK， 然后除了chorus 外，基本上是没有重复的字的，没有重复的歌段的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从头听到尾。这首歌就叫做90后 ，OK， 就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来，这题名字就是很直白，很直白 ，OK， 连歌名都这么直白 ，OK， 没错。标签化的词语，每个人的嘴里都藏着一个暗示化的标语。无论传言怎么说，就怎么听，就怎么理。就算一切那么不切实际，结果还是变成一人一句。解释的太多，只会变成一种掩饰的道具。你们说不理我们脑袋想的到底是什么？不管我们经历过的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标签，一种罪过。有没想过上权也会犯错？别再说我懦弱，谁说过这世界这种方法该怎么做？别这样锁链框着我，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限制，只有创作。This is the world, what you gonna do? And you and I here and got right, right, play the song right, right, go, we go, we like it.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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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我们就是90后。我们就是90后。这跳的跟我们眼睛跳的不一样。不要怕，不要慌，一切都是传言吧。看见你，看见他，不要随便把我当成他。公平吗？公平吗？真的了解才是评价吧。为了定义而定义才是问题，你们知道吗？70、80、90后都有人带赛，幼稚在犯错。别把我们当成鬼，不犯错又怎么反省？怎么改过？不是一切都那么不堪一击，我们确实拥有我们的实力。时代的不同，变化也不同，总不能要求我们现在洗澡还用着从前的木头。为什么90后就是草莓族？为什么？难道只有我们不吃苦？为什么？你们说的话我们就要听？为什么？难道这是你们定下的规矩？因为我们不能处置，不能控制，不能暗示，不能抵制，不能消失，不能抑制，不能幼稚，不能限制，不能控制，不能变质，不能气质，不能理智，不能预知，不能预知。我们就是90后。就是你们了，不勤奋，不是笨，就是放了这个人恨，不积极，不上进，教训一些也不行，就是因为你们态度社会才成我们90后。做好自己是关键，你们怎么还不反省，还到处去耍贱？不想丢人现眼，我们更要用心努力去实践。This is the world, what you gonna do? And you and I here and go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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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we go, we like it.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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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90后。
选了2首歌，一个这样快，一个这样慢，是不是很直白嘞？那些很直白很快。OK， 好来，因为这首歌是我写的，这样我就不先讲咯。OK， 你唱了，这样我们不先讲咯，他们2个先讲咯，这样子咯。来90后，90后的欺负我最一起。我整首歌最喜欢的 part 是那一段 bridge 来的吧？是，那是 pre-chorus 吧 ？pre-chorus 对。我就喜欢那 part，我觉得每次一听到那 part 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旋律跟那一 part 的你的声音进的那个质感，因为你录这一首歌你声音上面没有做处理。所以是很 raw 的唱出来，所以就可以很干净的听到那个歌手的那个声音本身唱出来的那个感觉。所以这首歌当然因为当年我们一起演90的时候所以真的是一到那个 This is the world what you gonna do， 我们在后面就 yes， 我们准备出去演最后我们准备出来演最后一场这样子然后就一起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它其实那个时候是很有 potential 成为那种洗脑曲的。那我们去哪里都可以那，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自己本身演出完了过啦，也是会自己在那边那，是不是也拿，不是也拿 ，OK， 是说我觉得这首歌对于一个90后来讲呢，你可以出到一首这样子的歌，真的是感动感动吗？开心吗？蛮骄傲吗？蛮感动的，真的，而且他那个 MV 也可以凸显到我们90的那个叛逆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就有很多，我觉得里面那 MV 也蛮有趣的有蛮多我们90知道的，比如说那个 PS 大搞的 PS， 对，那个是最原版的大 PS， 我以前玩的，然后有一些游戏 Pac-Man 等等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整个东西出来是有诚意跟好看这样子的咯。我因为身为一个70后 ，OK， 我记得前几年其实90后这个名字真的是蛮争议性的，是咯，而且都是贬义的，是蛮贬义的。然后你们就 Ruby 你身为一个歌手，就是我觉得愿意为90后去发声，我觉得其实大可不必啊，你懂吗？可以不用这样做。歌手大可不必就唱一些流行歌曲就好了。可是你有你自己的想法，我找了他，我觉得你们2个很大胆啊。这样子的创作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胆的创作，因为我反而跟他的想法有点不一样。虽然说他可能可以是洗脑歌，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很实验性，未必每个人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可能尤其又在马来西亚这样子的环境下吧。是，而且我觉得，歌词很平密，哇，我觉得你 rap 到也很快，我觉得其实很难唱的，除了那，其他那些 rap 的讲真是非常难的，所以我是也蛮敬佩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把90后的心声去表达出来。可是我自己现在在重看我心里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其实是想问你们的，特别是问入。哇哦 ，OK， 因为几年前你们讲真90后你还年轻。现在你们可能现在也很年轻我知道，可是他可能被踏入这个阶段了吧？看在谁的眼里年不年轻哦？是，在10后的眼里就很老哦。没有重点，我们觉得自己年轻就好。一直年轻要年轻，因为那个时候有00后，年过后现在有10后了，真的。那其实你几年过后，你们可能经过一段岁月，可能各方面的洗礼方面之后，你再听回这首歌，再看回的态度，我觉得有没有不一样的？我觉得会不一样啦，因为就是我刚才有偷偷跟 Milo 讲一下，哎呀，其实后面我们那整段讲就塞90后的那一段我觉得用在00后好像也适合，因为反正就是一直都会有下一代，好像一直都会有新的问题。我觉得就像这首歌写的，然后它一直其实就会有新的问题，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问题来的，所以还有这么火吗？还有这么你们还会有吗？我觉得我还有啦，所以我才会写这样子的词，只是说那个火可能不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去表达，可能因为我觉得歌词还是算是写的蛮直白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讨论的讲那个底线要去到哪里先，我们要怎样先，这样子会不会得罪人等等啊？我们那时候我们决定说我们就不要理，我们就做我们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去做。那我觉得人生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其实也是好的。我觉得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方法去表达，也好过你只是在网上骂，或者是你通过一个艺术作品来表达吧，或者你去 prank 人、去欺负人、去霸凌人之类等等的。OK， 我觉得就用一个创作的方法，然后去表达，然后在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有一个自省的作用的。我觉得不只是我骂人，而是我在反省我到底有没有做好我自己应该做本分。所以其实90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前面所有那一段，而是对于90后自己讲
话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一段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大家只看到骂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 miss 掉一些重点哦。我觉得这首歌自省的作用比较大啦，这样子咯。那你呢？你现在还有活吗？再重看累，累。其实我现在在重看的时候，我跟当时的心情依然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其实我前阵子在做一个演出的时候，有在唱回这首歌表演的时候，然后当时台下已经没有90后了，都是00后。Oh my god！ 哎Oh my god！ 我当时其实当时我在唱的时候，我就忽然之间发现，其实这首歌它套用在每一个年轻人刚踏入社会的时候都很适合用。就是这个当然也是我当初写的时候的一个用意。就是会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可能你90后不是你们90后长大了，这个风就过了。完全我把那个名字换成00后，它还是一样的东西。我相信如果 back to 以前的。就回到以前的时代，可能我写成70后，它也是合理的。就那个时代，可能就50后、60后看我们70后，就是你们这叛逆的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阶段吧，每一个人的阶段。对，当然有的时候还是确实，当时确实是有一种这样子的心情，就是觉得说，就是有这种带赛的人活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龄层，所以才会让我们这些可能比较努力啊，或者可能比较不一样的90后，在赞自己嘛，想要认真做事情的，对，认真做事就被标签，对不对？对，认真做事情的90后，他们就可能会失去了很多很好的机会。对，这个是我发现到的东西。然后确实真的，我当时一开那个社交媒体。基本上有10个朋友里面5个都在讲90后，哎呦，我公司的90后怎样怎样啊，我公司90后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评语，所以我们才形成了这一首歌。所以我其实到现在我的心态依然还是一样，跟当时出的时候是一样。当时就要讲一讲那创作过程，因为我觉得当时冠廷很惨，我写了多少个版本，他不知道写了多少个版本，一直跟我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但是呢。其实，在冠廷之前，我已经有收过了，大概前后有5个版本的歌词，是别的创作者写的。那当时他们的歌词其实也是很好，也是蛮好的，但是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的方式，因为我觉得90后可能说话会比较直白一点，然后再加上我要的这个曲风，我不可能很优美的去，我不可能太美了，对，我不可能，比如说我用那个方文山的歌词去 rap 这样子，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感觉上代表不了90后。然后刚好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尝试一下？然后他说好啊，那我就写一下。结果一写的时候方向对了。然后我们就不停的修改，来回搞好久这首歌。对，然后我自己也是参与了一点点的修改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形成了最后的这一段有洗脑的这一段东西。原本也是全部都是歌词，可是好像又太满了，所以我们就做最后的修改。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专注去看歌词的话呢，其实这个歌词它有分3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主要是要介绍这个90后。就是90后现在在大家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第2段呢，就是其实是为像我们这种比较优秀的90后，大家看到吗？大家看到吗？不要讲优秀。Ruby 这个不是，我也是的 ，OK， 刚才大家看到 Ruby 只靠 Can Up 这一 side 另外一 side 他没有哦。我也是，我是最年轻的。OK， 那我来过。第2段呢，就是像我们这种为这些像我们这种这么优秀的90后，也是来发声要讲一些话这样子的。对，就为他们说一些话这样子，然后表达一些心里的不甘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第3段呢，就是同样站在90后的角度，就是去劝说一些可能还不够成熟的年轻人，就是说，其实前面我说了那么多，那其实你们不想要被人家这样标签的话，那就是你自己也要做出努力，你自己也要必须很努力的去生活，很努力的去改进。就是最后那一段其实是让年轻人去反省的一个段落。因为其实你一定会有做错事情才会被人家标签嘛，你没有理由是无缘无故呢就被标签，所以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是，他们会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标签我？可是明明是你自己不对啊，没错，好像，我觉得那个东西要倒过来想，所以变成我们在写歌词的时候，我们讲，我们不能够一直只是讲别人怎么看我们，就我们自己怎么样看这一群人呢？所以我们就在第3段里面写了一些这样子的歌词在里面，这样没错，所以这就整个的创作过程。是，然后刚好因为这个音乐剧也叫90啊，也是这位小姐 OK 很大胆的，我要做一部90的音乐剧，讲90，就哇你很敢死哦 ，OK 好做咯，当然你敢哦，我们就一起做咯。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不知道也要问一下他们版权公司，可能抽一些片段你们表演哦，我们来看一看这样子。是，我们可以 OK 啊，可是我们的表演片段有一点，我有一点抽。你可是最佳女主角，对呀，演技一流，是舞台剧界的最佳女主角呢。我到现在还不敢看哦，整个完整的。你要我开给你看吗？我不要。我很敢开给你看。我不敢看，我一看的时候就就觉得自己。可是我可以理解你那种感受啦。以前我的一些演出哦，那跟他演的那个，我也是不敢看的。对。是可能那我们可能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是不是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90的这个表演的片段，因为我们在里面不只是演戏，我们也在里面唱歌，唱歌跳舞的嘞，歌舞剧啊，唱歌跳舞 ，OK， 非常好看。那么你们呢 ？OK， 我觉得大家就有一个耳福这样子啦。那个耳福是什么？那个耳福就是等一下这个影片结束了之后，大家会听到我们4个人 OK 在彩蛋的部分给大家唱了。我们4个人有他没？3个人没？我们3个人会唱那一首 Who Am I？ 所以我们去唱 K 的时候最喜欢点他的歌来唱。我每次去就会点来唱。我们看我们都会发给我，真的看我们怎么破坏这首歌。真的，大家一定要看彩蛋哦。我们约他去唱 K 都是去唱他的歌了。可是歌手就是不想唱自己的歌，很想去唱别人的歌这样子。然后我们很喜欢去塞他，你来唱你的歌，点 Who Am I， 点90给他自己来唱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好像在做工这样。是哦，因为一直都要唱了嘛，这样子。OK，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特备节目呢，非常的长也感谢你们看到破纪录了，最后这个结束这样子，谢谢 Ruby 来到我们这个现场，谢谢。希望可能有机会我们下次再一起回来玩这样子了。OK，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就请你按赞、订阅和分享，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么我们有出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通知呢。如果你在 B 站看我们的影片的话，那你请要追踪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也记得要帮我们充电 OK， 然后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Ruby 的 Instagram 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在那里跟大家交流了。那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拜拜。记得要留守彩蛋，拜。到底怎么了？回到只有自己的时光，只能独自过着彷徨，反复感受同样的迷茫。我想知跨越这前浪，我想知道到底怎么翻过前方。如果连自己都忘了，那它会藏在哪一座孤岛？若有一天我还记得，我会告诉他，我很好。Mengapa? Ya, Bebe, mengapa?